朋友们，有很多人呢都不知道，无论是求学、婚姻、事业还是人生其他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准则。这个准则是什么呢？就是无为。什么意思呢？我一直和大家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三维时空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影像世界，就好像电影院里的电影，我们的人生也是一部自导自演的人生电影。我们既做导演，还做灯光师、布景师、演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梦里。那么在梦境里，我是谁呢？我是什么呢？我是各种各样认知的集合体。我的职业，我的姓名，我的财富，我的家庭，我的背景，我的经历，我有什么，我是什么，等等等等。在梦境里，一切的体验都是在建立我、解锁我、明白我。所有的这些条件，没有一个是恒定恒长的，都是生生灭灭的。这个我是这些不断生灭条件的聚合体。所以梦境里的这个我，它是一个虚假的聚合体，是无常的。就好像我们说，人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人生的每一个体验，每一刻每一秒都在变化。你看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它每时每刻都在衰亡。你人生的每一刻的这个体验，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读书也好，旅行也好，婚姻也好，哪怕是吃饭睡觉，没有一个是恒定恒长的，都是在变化，没有一模一样的。再比如说，我们从人生机遇的呈现来看，没有人会一直处在人生低谷，也不会有人一直处在高峰期。从个人，从家庭，从一个国家的命运，全部都是这样，分分合合，合合分分，高低起伏。这就是梦境的实相，万事万物的成住坏空，因缘和合，生生灭灭，是影像世界里的真实状态。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所谓的我只是一个虚假的梦境角色。很多人都在求学求道，想要觉醒，想要开悟，但是所有这个我所追求的，所喜爱的，所放不下的等等，都是梦幻泡影。我是一个虚假的梦境角色。那么以我为基础所建立的一切，我的认知，我的信念，我的执着，我各种各样的判断分析，好坏对错，高低贵贱等等，那更是虚幻不实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所以哪里有我执呢？我不存在，我执又在哪里呢？当你穿透这层认知的时候，你就觉醒了。那么当你穿透这层认知，重新回到梦境，安住在梦境状态里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第三层境界。见山又是山。通过我这个角色，大家再去看一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飞禽走兽，无论换到哪一个层次的体验，都是影像，都是生生灭灭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它是恒定恒长的。什么呢？就是道，也可以叫它觉性、本源等等。那么我也好，日月星辰也好，飞禽走兽也好，都是游戏场里的生生灭灭的聚合体。那么这些聚合体到底是什么呢？都只是通道。谁的通道呢？道的通道。万物循道而行。这个道是什么呢？道就是本源，道是不生不灭的。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无为，再来看一看不去选择。万事万物是循道而行的，就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大家都想掌控自己的命运，都想驾驭自己命运的那艘帆船。但是真正的掌握是什么？是你不去掌握，是你放下那个舵。就好像在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每一个人都拼尽全力地想要握紧船上的方向盘，
想要让这个船按照自己的认知、信念、判断向前航行。但是循道而行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是你要放下这个人生的舵，是让道推着你往前走。当你活在头脑的判断、分析等等各种各样的认知里的时候，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执着，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追求，你总会有无数种焦虑，无数多的烦恼、牵挂、忧虑、担忧。但是你所有的执着、担忧，所有的情绪，它们都是什么呢？它们都是建立在我之上的各种各样的信念。我是一个信念的聚合体，我是一个认知的聚合体，我是虚幻的，这些信念更是虚妄不实的。那么这些信念、这些追求、这些执着，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人生这艘船上的方向盘。而循道而行的人生，是你要放下这些认知，也就是远离你头脑的各种各样的判断认知。觉醒后不是说这些游戏你不体验了，你依然可以体验，你依然可以尽情玩耍，但是你不会去执着，你只是体验，只是作为一个通道，作为道通过你的一个通道。当你不去掌握的时候，你就已经拥有了全部。这就是人生的最高级的智慧了。每一个当下不去判断，不去比较，只是响应你内在的声音。这也是阳明先生所讲的致良知。这就是无为，这就是人生真实的智慧。当你每时每刻都是以这样的感觉，以这样的人生智慧去经营你的人生体验，或者说是在梦境里面去游戏玩耍也好，或者说在梦境里生活也好，或者经历各种人生主题也好，肯定都是喜悦自在的。因为你不去掌控呀，你不去让自己陷入到这么多的思辨和各种各样二元对立的分析、判断、比较里，所以内心是无挂碍的。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就是人生的真相。所以无为简单来说，就是去除了在人欲和种种社会习惯之下的为以后所呈现出来的生命状态和行动。无为里面的那个为，就是人欲习气之为。我们要觉察到它，要和它剥离开，这样才能空掉它。这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通道，当你的通道充满各种各样的阻塞的时候，那么道通过你的时候必然会受到阻断。相反，如果说你把这个通道的杂质全部移除了，你就是空的。当你是空的时候，道是什么样子，流经你就是什么样子，这样就能实现天人合一，合于天道的为，这就是无为而为。为什么《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因为水之为，就完全没有人类的这些欲望、社会习气、情绪、执着，所以水之为就是合于道的。所以我们要效法水，所以不要再简单的认为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去做了。就像当我们说像风一样自由的时候，别傻傻的觉得那是在说风无拘无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其实是在说风是遵从自性而为的，是为无为的。只有人才有人为的造作，所以人才会痛苦，才会造业。其实老子只是拿水做了例子，上善若水，那能不能是上善若风呢？当然能，他们都是为无为的，他们都没有我们人的欲望、习气、情绪、执着，都是合于道的。所以我们要借由老祖宗的智慧来审视自己当下的言行，看看我们的行动到底是无为而为的呢，还是正在被外部世界的内容、被社会习气、概念、认知、被我们的欲望、执着等等这些东西支配着、驱动着而不自知呢？前者我们是自由的，后者你再有钱、再有权，
在做庸颜如玉、黄金屋，你也是不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句话说，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因为活着的那个只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习惯和欲望习气支配着、驱动着行动的提线木偶，是一个躯壳。你耗费毕生精力和生命追求的东西，最后还是会把你引向痛苦的深渊。最后，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被这些所支配着，也很简单，你就看一看，如果你失去了它以后，你会不会痛苦就好了。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一样，你就看一看，如果没有了人为的驱动，那你还会不会去做？如果拿掉了它们以后，你还会去做的。这就叫无为而为，这就是你的天命所属。为什么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呢？因为他没有被任何的社会习惯和人欲所驱使。吃好吃的，变有钱，住大房子，当大官，有名有利等等，这些都禁锢驱使不了他。他所有的行为都不是去追求这些，所以他随时都能让自己的内在保持平和，保持安乐，不会因为任何外在的内容和得失而痛苦。如果你真的能做到像颜回一样，那么你活出的人生就是自在的、清明的、喜悦的，就是真正自由的。明白了吗？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体验无限的丰盛，你要做的只是无为而为，这就是智慧。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